大家好，我是郭明明，又见面了。这个系列是关于开源的 AI 物体扫描系统。上次我们引入了高深 Splatting， 但在那过程中，我深刻感觉到 3D.js 的 paper 渲染方法完全错误。这次我们来看看正确的应该是什么样。上期说到，原 paper 提供的是个 tile-based 的渲染器，它一共分为6步，这里就不重复了。第一眼看到这个算法，直觉就告诉我这全然不对。软件光栅化只有在图源都小于1个像素的时候，才会比硬件的快。这里显然不是这种情况，所以显然应该用硬件光栅化。既然要换掉整个算法，我们不妨回到原点，看看这到底是在做什么。渲染 GS 的本质就是在屏幕上画一堆方块，每个方块上有个椭球，它们用特定的方式进行累加。从 GPU 渲染的角度来看，这毫无疑问就该用 Point Sprite 啊，古老的方法了。这里顺便把这条技术脉络理一下。Sprite 就是个方块，上面有贴图。80年代开始就是游戏机的图像处理器 PPU 里必然支持的技术，用它在游戏里渲染角色、子弹这样动态的物体。早期的游戏机有一些限制，比如每一行有的 Sprite 数量很有限，超过了就会看到闪烁的现象。后来到了 PC 上，出现了硬件加速的 Point Sprite。比起用2个三角形表示一个方块， Point Sprite 只需指定一个点和方块大小，硬件会把这个点都拉成方块，上面也可以贴图，常用于烟雾、粒子这样的特效。到了第3、第10的时代，有了 Geometry Shader， 输入一个点可以产生一组三角形，别说拉成方块，就算拉成卡皮巴拉也没人拦着，不再需要专门的 Point Sprite 硬件。从专用往通用发展是必然规律。那么用 Point Sprite 画高深 Splatting 有什么坑吗？有啊，俩，都是因为积累的特殊性造成的。第一是顺序，这个积累是顺序相关的，必须从近到远积累。第二是积累的方式，并不是常见的 Alpha Blending。听到顺序问题，不熟悉 GPU 渲染的人一定会想，完了 GPU 并行处理所有的图源，那一根像素上的顺序怎么算？会不会有竞争冲突？其实 GPU 和开发者之间有一个血盟，输入的图源顺序和像素写到 Render Target 的顺序必须完全一致。举个例子，如果输入包含3个三角形，红、绿、蓝，覆盖了同一个像素，在没有深度等刚好项的情况下，写入 Render Target 的顺序一定是先红，再绿，最后蓝。我在上帝视角看 GPU 的系列里说过， Geometry Shader 和 Tessellation 为了保持顺序，牺牲了很多性能。反过来看，如果愿意花那么多的代价来维持这个血盟，那这就是个牢不可破的血盟，不会轻易破坏。因此，如果输入是排好序的从近到远， Output Merger 又会保持从近到远的顺序，处理一个 Draw Call 里到达同一个 pixel 的颜色，所以顺序不是问题。那么 Alpha Blending 呢？现在的硬件不支持可编程的 Alpha Blending， 但是可配置。具体来说，就是 Alpha Blending 的形式是确定的，都是这样，但其中这几个项的来源是可以在执行期指定的。3D.js 的输出是这么个公式，如果我们把这个公式用 Alpha Blending 的形式表达出来就成了。颜色部分不难，在 Shader 里我们先做这个乘法，把 Source Factor 配置成 Dest Alpha， Dest Factor 配置成1， Op 就要默认的加，这不就出来了吗？ Alpha 部分需要灵活一点的思路，这看起来需要让 Op 是乘，但第3、第12和 Vulkan 核心都不支持乘的 Op。 不过这其中任意一项不都是乘法吗？用一个就行，把 Source Factor 配置成0， Dest Factor 设置成 Inverse Source Alpha， 连这个1减都不用自己算了，这样 Alpha 部分也成了。那么说真的没有可编程 Alpha Blending 吗？其实有，但这里我不想展开。回到话题，总的来说，输入里面的 Vertex Buffer 是第一步输出里的几个数据，
Index buffer 是排过去的可见点的 index。硬件 vertex fetcher 取到数据，在 vertex shader 里计算椭球的角点坐标，在 geometry shader 里拉成方块，用硬件光栅化来生成覆盖区域，在 pixel shader 里计算椭球对像素的贡献，用硬件 output merger 来累积。就这么简单，把数据都组织成最适合硬件的方式来渲染。这个算法用硬件光栅化达到了和原先完全一致的结果。既然这么简单，为什么原 paper 不这么做？他们的算法也不是原创，而是引用了之前另一篇 paper 的 tile-based 光栅化，而那篇的作者是视觉背景的，不懂图形学，显然也不懂 GPU 渲染码，估计这两个坑都能绊住他们。而且要说这个硬件光栅化的缺点也不是没有， CUDA 的话，累积是在代码里手工进行的，所以知道什么时候已经完全不透明了，再往后的看不见，就能停止处理这个像素。但用硬件光栅化的话，不能读取现有 frame buffer 的 alpha， 所以只能所有点都处理，也就是深度上的 overdraw 增加了。这个也有改进的可能，但现在先不折腾了。比较一下，用 point sprite 方法渲染，有完全的硬件加速，负载平衡由硬件光栅化和调度器去平衡，只有有内容的地方才会处理。只有 point sprite 覆盖的像素会执行 shader， 而不是 tile 那么大的范围，极大减少了 overdraw 的问题。核心问题解决了，就来理一理整条流水线。没有 tile 了，所以第5步不再需要，区间只有一个，包含了所有可见的点，不用计算。第4步排序还要，但是 key 只剩下 depth。Radix sort 的工作量还真就和 key 的位数有关，减少到32位是有收益的。第1步也不再需要输出单元的数量，只要输出一个点是可见还是不可见就行。拿这个给第2步 scan。我在第8期说过，如果不需要保持顺序的话，用 atomic 代替 scan 可以快很多。既然我们后面有个排序了，那前面这步当然无所谓顺序，那就用 atomic 呗。这样前3步都能合并成一步，又简化了。另外，原先的 blending 其实有2个，第一个是高斯核之间的 blending， 也就是那个累积；第二个是累积完成后和背景的 blending， 这就需要单独一个 compute shader 来做。原先一张图需要8到14毫秒来渲染，根据单元数量的不同而不同。而现在我们这个算法不再有单元这个事情，速度都在5毫秒左右，已经快了不少。那么还能更进一步吗？能啊。实际上现在的算法有个非常重要的优势，那就是存储空间限定。原先在第2步之后，才能知道有多少个单元需要渲染，才能根据它来分配显存。所以不同视角下，显存占用和性能都会有所不同。而我们现在的改进，最差情况下就是所有点都可见，因此就按照输入数据里有多少个点，就能分配显存了，不用等。因此有多少个点可见这个信息，就不必从 GPU 读回 CPU。 如果我们让不可见点的 key 是 0x FF FF FF， 它们自然会被排到最后，而渲染的时候用可见点数量的 buffer 做 draw indirect 的参数就激活了， GPU 流水线从来不会被打断，加速到了3毫秒左右。而且最差情况下显存消耗和原先最好情况下的显存消耗基本一样。那么还能更进一步吗？能啊。之前我也提过，每个高斯椭球被近似成屏幕空间的一个圆来画，这样软件光栅化好做。我们现在直接把椭球的 AABB 从 Geometry Shader 输出个长方形不就行了，进一步减少 overdraw。原论文算法里的缺点都不再存在，经过这个优化又加速到了 2.4 毫秒。做完查一下 SIGGRAPH Asia 2024有篇 paper 做的就是这个。所以对我来说顺手的一个优化就是顶会 idea 了。那还能更进一步吗？能啊，我有点想法了，但我先不说也先不做，毕竟很快了，再优化又能省多少，没必要再卷。仅仅几个小时的工作量，我们已经达到了3倍的速度，更少的内存消耗，更少的步骤，够了。等之后引入 GS backward 了再说，那时候加速了才有真的收益。
所以我们这就有了一个 GPU 硬件加速的 3DGS 渲染器，仍然可以跑在各种 GPU 上，不需要新硬件，不需要新表达方式。下期讲一些这段时间里积累的工程方面的改进。欢迎继续收看，再见。I'm so happy, 'cause today I found my friends.